美国间谍卫星偷窥中国军事机密被致盲，到底发生了什么？为此，五角大楼研发出切断卫星通讯技术，却拿中国的量子通讯卫星没办法。量子通讯是什么？中国量子通讯技术发展如何？自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空间竞赛以来，美国政府和其他很多国家开始将军事卫星通信作为军事战略和国家防御的重要组成部分。到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国防部对卫星通讯带来的优势非常满意，于是开始着手定义和建立军事卫星通信体系结构标准，以此来促进这一领域技术和项目的开发，进而更有效地满足军方需求。在1991年海湾战争中，美国首次在战场上实践了卫星通讯技术，为赢取战争胜利取得了巨大的优势。中美关系自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了后就一直矛盾不断，美国对于中国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快速增长颇为忌惮，已经将中国视为取代俄罗斯后的首要竞争对象，自然少不了对中国的不断监视。甚至在此时此刻，美国的间谍卫星就正在中国领土的上方。而早在12年前，也就是2010年，中美双方就展开过真正意义上的太空较量。当时，美国军事杂志《空间与太空技术》的最新一期就具体描述了中美双方这一没有硝烟的信息战争。这篇情报文章特别披露说，美国新一代的长驱棍球雷达成像卫星，也是美国新型的间谍电子侦察卫星，飞越到中国大陆进行例行的拍照，主要是飞到中国的上海的周边，展开侦测拍照的时候，被中国的反卫星武器攻击。在长驱棍球雷达成像卫星试图拍摄相关画面、搜集情报时，突然遭到了某种武器的攻击，并且造成了美国的长驱棍球雷达成像轨道卫星长达27分钟的失灵，过后才恢复照相侦察功能。而且在文章中，美国军方情报部门情报显示，中美之间曾经展开过真正意义上的太空较量，而此事也成为一桩悬案。美国卫星究竟遇到了什么？根据这篇文章的推测，中国并不是使用了常规的地面激光武器进行的攻击，真正的根源在外太空，应该是中国的军事卫星通过计算推测出了美国雷达成像轨道卫星的具体位置，发现其在中国上海的正上空轨道和具体时间，然后依靠快速的低轨运行接近了美国雷达成像轨道卫星，通过手段造成了美国卫星的失灵。具体是如何操作的，文章中只是一笔带过了，一种喷气物的气雾弹造成的。经过大量的资料查找，这篇美国杂志说的应该是太空涂鸦技术。而所谓的太空涂鸦技术，就是使用低轨高速运行的攻击卫星，在接近敌方侦察卫星时，准确计算轨道，然后向其发射气雾弹，并在临近敌方星体时压爆弹囊，让气雾经过扇形的喷射喷向敌方卫星。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太空涂鸦的反卫星技术最大亮点就是非军事暴力性，并且使用成本十分低廉。对中国此次的卫星反制，一直在卫星通讯领域自视甚高的美国当然不可能善罢甘休。在2020年3月，美国太空新闻网站就报道了，美国太空部队将装备首款进攻武器，准备部署进攻型通信干扰器。这款美国新研发的通信干扰器可以用于阻止敌方的卫星传输，切断卫星通讯，并且通过该文章的透露，美国空军早在2004年就首次部署了反通信系统，并在这将近10年间为反通信系统开发升级至了 10.1 版本。该最新型版本可以使用更多的频段和其他功能，可以通过敌对卫星发动电磁脉冲信号干扰卫星正常工作，或者欺骗对方卫星停止工作，甚至为己方服务，向敌方发送虚假情报。可以说，美国此次为太空部队装备的新型攻击型通信干扰器对中国针对意味十足，明摆着一副让中国认清谁才是卫星通讯领域的龙头姿态。但是美国好像忽略了一点，那就是中国卫星通信领域并不是止步不前，相反有着巨大的进步与突破。这一重大突破就是量子通讯。很多网友常常开玩笑遇事不决量子力学，但中国的量子通讯可不是开玩笑那么简单。2003年，中国学者就提出了诱骗态量子密码理论方案，彻底解决了真实系统和现有技术条件下量子通信的安全速率随距离增加而严重下降的问题。随后在2006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就独立实现了诱骗态方案，
同时实现了超过100公里的诱骗态量子密匙分发试验，由此打开了量子通信走向应用的大门。中国再次趁热打铁，一鼓作气建成了世界上首个全通行量子通信网络，首次实现了实时语音量子保密通信。这一成果在同类产品中位居国际先进水平，标志着中国在程域量子网络关键技术方面已经达到了产业化要求。相信大家对这种学术名称一头雾水。那么到底什么是量子通讯？量子通讯到底有什么作用？其原理又是什么呢？量子通信主要是基于量子纠缠态的理论，使用量子隐形传输的方式实现信息传递。经典通信比较量子通讯而言，其安全性和高效性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量子通讯因其独特的性质，使得通讯绝不会泄密，因为量子加密的密匙是随机的，即使被窃取者截取，也无法得到正确的密匙，也就无法破解信息。那如果极端一点，窃取者正好猜到了密匙，或者经过超级计算机的无限推算算出了密匙呢？同样也无法破解信息，因为量子信息在受到任何宏观上的观察和干扰时，就会立刻改变量子态，引起其坍塌，造成信息的破坏。这很好地反制了美国目前装备的攻击型通讯干扰器。我们用通俗的语言来讲，就是量子通讯严格来讲就是量子加密通讯。在人们通讯的时候，我们为了让信息保密不被人知道，常常会对信息进行加密，摩斯密码就是信息加密的一种。关于量子通讯是如何一系列操作的，我们不需要知道，那些都是科学家们的事儿。我们只要知道量子通讯加密理论上可以做到让敌人永远无法破解我们的通讯。也就是说，美国的通讯干扰器在量子通讯面前也只能无可奈何。21世纪的今天，信息化战争已经称为常态化战争。战争中，敌对双方不断地为争取信息的获取权、控制权、使用权和通过利用破坏对方和保护己方的信息系统而展开一系列的信息战。信息化战争的不断发展已经成为一种充分利用信息资源并依赖于信息的战争形态。在信息技术高度发展以及信息时代核威慑条件下的今天，信息化军队作为主要作战力量，在陆、海、空、天、电等全维空间展开了多兵种一体化战争。信息化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全世界各国的军事专家们都曾预测，21世纪的战争将是一场别开生面的信息战。信息战将极大地促进情报搜集技术的进步和发展。而信息化战争与以往战争最大的不同点就在于信息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变化。信息作为一种新型资源，改变了物质和能量的作用方式，进而改变了作战制胜机制，无可争议地成为生成战斗力的新的主导资源。而军事通信卫星就是人类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的产物。